第226章慷慨的王子。眼前的这一幕顿时让克莱恩想起了塔利姆·杜蒙特讲过的那个言情故事。他身份高贵的朋友爱上了一位平民女子，非他不娶，这在贵族顶层圈子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事情。塔利姆为此很烦恼，险些雇凶杀人，但最终他说服了那位女子，让她主动离开了他的朋友。难道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埃德萨克·奥古斯都？各方面的情况都很吻合啊！身为王子，娶一名平民，在当前这个时代，简直是离经叛道的行为。鲁恩立国以来，奥古斯都家族直系成员的配偶是且只能是贵族女子。听刚才话语里透露出来的意思，埃德萨克又把那个平民女子找回来了，而且还给予了她禁足的惩罚。真爱啊！仅是瞬间，克莱恩脑海里就有一个霸道王子与可怜小白花的故事成型。他放空目光，欣赏起前方的隆冬风景。现在并不是他真正的模样，等到春天，绿草发芽，你将见到一片最高规格的高尔夫球场。埃德萨克王子打发走女仆，扬起马鞭，指着四周道：高尔夫。克莱恩反问的同时，已然想清楚了答案。埃德萨克王子示意护卫和随从们远离，只让老管家和克莱恩跟在身边。他便漫步于荒芜的平地上，边呵呵笑道：对，高尔夫，这是真正属于贵族的运动，大部分杂志和报纸的主人都很难有机会参与。虽然我并不喜欢罗塞尔，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奇思妙想给了我们一个足够有趣的世界。如果你能弄清楚塔利姆的死亡，这里将随时向你开放。果然是罗塞尔。克莱恩轻轻吐了口气，见他没有回应，埃德萨克王子自顾自地继续感慨道：罗塞尔这个人各方面都值得学习，但他对待感情的态度让我恶心。当然，这是大多数英蒂斯贵族的共性和风格，也是他们迷恋奢华、生活糜烂的根源。埃德萨克望着前方水流华而少的小溪，用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口吻道：99%的人都不是罗塞尔那样的天才，要想获得成功，建立起伟大的事业，必须弄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为此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并绝不回头的坚定走下去。说到这里，他语气转缓，自嘲般笑道：今年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很喜欢霍尔伯爵的女儿，她有完美的容貌、优雅的举止、丰厚的财产、显赫的家族以及非常有权势的父亲，这是一位王子无从挑剔的婚姻对象。但是我现在明白，真正吸引我的，让我连做梦都想拥有的，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因阅历而产生的深邃心灵。我不是说霍尔伯爵家的那位小姐没有气质，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欣赏的、喜欢的。王子殿下，你现在的语气、态度和表情与塔利姆生前近乎一致，你可别突然猝死在我面前啊！那我跳进塔索克河也洗不清身上的嫌疑了。而且这种事情听多了，很容易就会被灭口。你是想把我绑上你的战车吗？克莱恩莫名有点害怕，他清了清喉咙，主动岔开了话题。王子殿下，以您的身份和地位，肯定不会缺乏下属，有的是人愿意为您调查塔利姆的死亡。您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埃德萨克摇头低笑道：作为一名王子，有多少权势就有多少的不自由，很多事情是不能让身边的人去做的。太多的目光注视着我，你是一位有能力有头脑的大侦探，而且和塔利姆有不错的交情，当时也在现场，我不认为还有谁比你更加合适。放心，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我肯定能保证你的安全。这种承诺就像盥洗室里的厕纸。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一句，埃德萨克王子已经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他觉得自己要是再拒绝，就很可能离不开红蔷薇庄园，只好叹息道：其实对于塔利姆的死亡，我和您一样愤怒，但现实让我只能保持平静。埃德萨克露出一抹微笑道：你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塔利姆的头发、血肉任选其一，再加他的随身物品。克莱恩提出了要求。好，之后我就让人把这些东西送到你家里。埃德萨克当即答应了下来，然后好奇问道：只有这些？克莱恩没有客气，等有了初步的方向，我才能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王子殿下，您最好给我一个联络方式，一个私家侦探总是前来这座庄园，肯定引人怀疑。埃德萨克点了点头，早有准备般说道：我会让人隐秘地租下你隔壁的房屋，也就是明斯克街13号，需要联络的时候，你就写一封拜访新邻居的信，投入信报箱里。至于酬劳，你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哪怕最终没有结果，只要你做出了贡献，承担了风险，也会有相应的收入。
如果你确实查清楚了真相，我会给你一笔足以让你养老的报酬。这位王子殿下很雷厉风行吗？养老？那至少3000镑朝上了。克莱恩暗中感叹道。好的，愿塔利姆的灵在暴风与闪电的国度得到了安宁。他弯腰行了一礼。埃德萨克轻轻颔首，吩咐老管家道：“你带莫里亚蒂侦探出去，并送他回明斯克街，都不留我用午餐啊！这对待宾客的态度是不是太傲慢了？”当然，距离中午还很久是主要原因。克莱恩无声调侃了2句。他跟着老管家一路外行，来到庄园门口，领回了枪带、左轮和子弹。明斯克街15号内，克莱恩站在凸度窗前，目送那辆有着王室文章的马车远去。真要深入调查，夏洛克·莫里亚蒂随时可能暴毙，现在说不定都有人在盯着我了。暂时还不会，毕竟我还没有展开任何行动。克莱恩微皱眉头，静静站立。此时此刻，他对晋升无面人有着前所未有的迫切。不能只等待机械之星探索阿蒙家族的陵墓，在其他渠道也得继续尝试购买人皮幽影的特性。毕竟谁也不知道机械之星会准备多久，万一超过1个月，甚至超过半年呢？这不是没有可能。先派人守住入口，再慢慢搜集对应的资料。务求万无一失是相当不错的策略，可那样一来我等不起啊。克莱恩念头纷呈，拿定了主意。到了下午2点45分，他携带报纸进入盥洗室，积极的准备起这周的塔罗聚会。3点整，深红而虚幻的光芒腾起，奥黛丽·霍尔心情不错的环顾了一圈。昨晚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序列期心理医生魔药配方，此时依然残留着那种兴奋、激动和踏实、安定混杂的感受，而心理炼金会并未要求他立刻做出贡献，称这是预知。他们充分相信奥黛丽小姐拥有出色的偿还能力。没有新的成员，正义奥黛丽站了起来，将目光投向青铜长桌最上首，虚提裙摆，行了一礼。下午好，愚者先生道。下午好。他轻快而愉悦的嗓音打破了灰雾之上亘古不变般的寂静，让心情原本有些压抑的克莱恩也暂时摆脱了外界的困扰。他轻轻颔首，回应了几位成员的问候。重新坐下的时候，奥黛丽又将其他成员的身影纳入眼帘，并与之前观察到的画面组成了动态的场景。倒吊人先生行礼之外，悄然打量了愚者先生一眼，带着不明显的好奇。然后他望向世界先生，有所期待。也就是说，与风暴教会关系匪浅的他，知道了尼根公爵被刺杀案的详细经过，了解到侠盗黑皇帝有出场，对这件事情幕后隐藏的真相有了探究的欲望。世界先生委托他代卖的狼人非凡特性看来已经有了结果，他很可能还找到了人皮幽影的特性和深海那家的头发2种材料之一。太阳的情绪很稳定，并带着几分轻松，这说明他认为白银城对他的监控已经解除。他依靠什么做出的判断？重新被编排入所谓的探索小队。福尔斯放松之中有点抑郁，他通过那位亚伯拉罕家族成员的考验，成为了对方的学生，但却被迫接受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世界先生与往常一样阴冷深沉，也许我得到序列7，甚至序列6，才能把握住他的情绪变化和心思想法。愚者还是那样神秘、强大，无从揣测。一连串的念头划过了正义奥黛丽的脑海，他望向灰雾笼罩中的身影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新得到了3页罗塞尔日记，这是他从心理炼金会那里索要来的抄本。因为昨晚才提及，时间较为仓促，伊斯兰特只来得及给他3页。你想要什么报酬？克莱恩微笑问道。奥黛丽真心诚意的回答：就当是您之前解答我那个疑问的报酬，可以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莫名有点炫耀的心情。倒吊人先生，你们都还不知道黄昏影视会的存在呢。真是羡慕啊！正义小姐不知在私下又请教了什么难题。我回去就写信给老师，问他那里有没有罗塞尔的日记，不对外的说笔记。魔术师福尔斯顿时有了渴望和动力。在倒吊人狐疑的目光中，克莱恩不甚在意的点了点头。可以，奥黛丽很快具现出了3页黄褐色的日记，将它们传递给了愚者先生。克莱恩接过一看，只见第1页就写道：1月13日，稳定的联络上了门先生第227章天使家族。就在克莱恩拿起日记的同时，奥黛丽又补了一句：愚者先生，还有10页日记会在之后陆续给您，这是为您之前提供庇佑之福的报酬。他把私下里的承诺重复了一遍，
免得愚者先生以为自己遗忘了这件事情。他刚才之所以先抵扣黄昏影视会的消息，是因为想先彻底了结一笔欠账，并带有些许炫耀的心情，为提供庇佑之父的报酬。魔术师福尔斯咀嚼着这几个单词，忽然发现自己遗漏了很重要的问题。在亚伯拉罕家族的事情上，愚者先生是有派遣天使帮我干扰占卜的，我也应该支付相应的报酬。完了，我之前竟然完全没有想到这点，我还以为和其他的仪式一样，结束就彻底结束了。福尔斯一时有些惶恐。正常的仪式魔法里，祈求神灵或对应存在帮助时，都会提前奉献祭品，燃烧取悦目标的精油纯露和草药精华，等同于提前支付好了报酬。而在愚者相关的仪式里，很多步骤可以省略，代价也能在事后才付出，甚至不用给，这就让习惯了前者的福尔斯下意识就只是到了声谢。他忙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诚恳说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您对占卜的干扰极大地帮助了我，我也会尽快搜集什叶罗塞尔日记给您看到正义小姐和魔术师小姐的表现。太阳戴里克伯格恍然大悟，找到了充分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的方式。可是白银城没有那个所谓的罗塞尔大帝的日记。愚者先生对历史很感兴趣，我要多翻阅类似的资料和文献。戴里克念头一转，向高居上首的愚者先生做出了承诺。倒吊人旁观着这一切，对愚者有天使作为侍从的事情再没有丝毫怀疑。任何组织里都要有个正义小姐式的角色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凭空多了不少债权的克莱恩欣喜的在心里感慨了两句。作为高高在上的愚者先生，他一直不好意思直接提报酬，而且始终认为顺手帮一下自家组织的成员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完全不必弄得太市侩，所以也就没操纵世界做相应的表演以提醒众人。当然，正义他们自己愿意支付报酬，克莱恩也是不会拒绝的。好，他微笑点头，重新将目光投向了手里的日记。1月13日，稳定的联络上了门先生。这位迷失在黑暗深处，被困于风暴之中的强大非凡者，并没有急切的催促我完成那复杂又困难的仪式，帮助他回归现实世界。他似乎已经明白，必须拿出足以打动我的事物，而不是给予虚无缥缈的3个愿望，才能让我考虑是否要冒潜藏的极大的风险去救他。门先生暂时没提这方面的事情，反倒饶有兴致的聊起了我发明的塔罗牌。呵呵，发明这个单词肯定是要打上引号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门先生确实可以在特定的时候以特定的方式接触现实世界，从而观察到很多事情。交流月亮这张牌的时候，我想到了查拉图提过的一件事情。他说生命学派崇拜月亮，而不是更进一步的黑夜女神。对，后面半句是我加的。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门先生这位第4季的强者，他轻笑了2声，同样没做正面的回答。但比起那个遮遮掩掩、藏头露尾、让人想打的占卜家，他坦率了很多。他告诉我，如果要在塔罗牌里挑一张来代表黑夜女神，他不会挑月亮牌，他的选择是星星牌。这就很有意思了。我追问道，月亮牌真正的主人是谁？他的回答愈发玩味，他笑着说，月亮牌目前没有主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他的意思是月亮途径的顶端是空着的，序列0那个位置是空着的。这不对啊，不是有原始月亮存在吗？看到这里，克莱恩一下冒出了这么个想法。对于月亮牌不代表女神的事情，他早就有所预料，无论生命学派的信仰、吸血鬼们的态度，还是秘密之书上的记载，都隐隐约约指出了一个问题：黑夜不等于月亮。相比较而言，吸血鬼始祖莉莉丝和原始月亮更像这个途径的序列0。根据白银城的历史课，莉莉丝很可能已经陨落在黑暗的第2纪元，但原始月亮是直到今天依然有人信仰，并做出过回应的存在。当然，向他祈求的人最终下场都不会怎么好。门先生为什么说月亮目前没有主人？从秘密之书上可以看出，第4季的时候，原始月亮也是始终存在的。克莱恩险些皱眉。很快，他大致有了3个猜测：一是门先生了解的不够多，不知道隐秘的原始月亮，但这种可能很低；二是所谓的原始月亮其实是某位神灵的马甲，本质上并没有占据月亮途径的序列0位置；三是月亮途径的序列1或相应的封印物假扮的。还有一个可能，月亮途径的唯一性自行回应。克莱恩无声自语。黑皇帝牌描述的序列0魔药配方里，
最重要的非凡材料其实不是序列一的全部特性，而是某种被命名为唯一性的东西。不同途径有不同的唯一性，真神唯一。除了第一个猜测，其他的可能都不小。月亮途径会是哪一条非凡途径？克莱恩翻到第2页日记，幸运的发现这和上一页是连通的。我继续追问，门先生却怎么也不肯多说了。呵，他想以此吊我的胃口，让我解救他。没门！我隐藏住好奇，转而调侃门先生对真神不够尊重。他悠然的回答我，这就是第4纪大贵族对神灵的态度。这家伙太能装了。不过我对第4纪的大贵族确实很感兴趣，顺势就问了下去。门先生告诉我，在图铎王朝有5大贵族：亚伯拉罕、安提戈努斯、阿蒙、塔马拉和雅各。这每一个家族都能被称之为天使家族，拥有极其可怕的实力。天使家族，仅是这个名字就能说明很多问题，真是让人向往啊。门先生说，第4纪的天使家族并不止这5个，还有一直忠诚于所罗门帝国的查拉图和索罗亚斯德家族，特伦索斯特王朝的奥古斯都、索伦、艾因霍恩、卡斯蒂亚家族，隐秘活动的安德雷拉德、贝利亚家族，以及比天使家族更进一步的源于真神的魔女家族。原来第4纪最后的赢家是特伦索斯特王朝，但他们的皇室去了哪里？奥古斯都、索伦这4大天使家族瓜分了北大陆。正如门先生上次所言，第4纪的顶级强者数量超乎我的想象，不过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埋葬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就连索伦家族也已经衰败，被我推翻。再过1000年、2000年，或许奥古斯都等家族也将不复存在，唯有那些真神看起来会永远照耀现实世界。虽然第4纪有神灵陨落，但应该也只是极少数。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以前看网络小说时记下的一句话，改一改就能用在这里：不成真神，终为灰烬。交流的时间结束了，门先生掉线了，他真像一个固定时间放风的囚犯，而他知道的也确实足够多。他刚才提起查拉图家族时，口吻里竟有淡淡的轻蔑。我或许得维护一下与门先生的关系，在蒸汽教会、查拉图那个隐秘而古老的组织外，再留一条后路。狡兔何止3窟？罗塞尔大帝最后挣扎的时候，也只是想到了那个疑似黄昏影视会的组织，完全没提门先生。这中间似乎有发生什么事情。原来鲁恩王室奥古斯都家族的祖上那么阔，竟然是天使家族。不过他们效忠的特伦索斯特王朝的皇室为什么就那样消失了？克莱恩一下联想到了几件事情，愈发想要拨开笼罩在第4纪历史上空的迷雾，看清楚他最真实的模样。这也是他身体原本主人的最大爱好。也许那个有2张并排主座和一个恐怖恶灵的地下遗迹会帮我解答很多问题。克莱恩沉下目光，将日记翻到了第3页。6月2日，贝尔纳代帮我捶背了。生个女儿确实好，知道关心老父亲。虽然我一眼就能看穿他想得到什么，但至少他愿意做个样子，而且做得不错。我问他想走哪条非凡途径，他说还没有想好，但很喜欢为所欲为，但勿伤害这句格言。6月3日，我又见到了弗洛朗，他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就像换了个人。不，他还有着原本的记忆和一些鲜明的标志性的性格，这足以说明就是本人。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竟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也许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相对准确的描述，某些怪物是肉体上的缝合怪，他则是精神上的缝合怪。6月5日，得到了一本古老的典籍，里面竟然提到了原初魔女的名字，非尊名那种。他叫奇克，这是男性的名字啊，这古籍是假的吧？第228章渠道增加。奇克，难道原初魔女以前也是个男的？克莱恩险些抬手捏自己的下巴，他曾经有过一个猜测，认为就是原初魔女这个邪神存在，才导致刺客途径从序列7开始会变异为女性并固定下来。谁知道罗塞尔的日记表明，原初魔女最开始也许同样是男性。这能说明2个问题，一是原初魔女并非天生的神灵，靠着魔药才登上序列0的位置；二是这条途径纯阴性的变化是蕴含在非凡特性里的。罗塞尔曾经推测过非凡特性守恒定律的真相，怀疑所有的非凡特性都也只来源于最初的那位造物主，所以不会增加，总额固定。假设为真，这是否表明那创造一切的主包容一切，阴性、阳性、中性一体？
而魔女途径就是纯粹阴性的代表。当然，那本古籍可能确实是假的。今天的罗塞尔日记信息量很大啊！念头闪烁间，克莱恩让日记消失在了自己手里。你们可以开始了。他微笑对正义、太阳等人道。倒吊人阿尔杰当即望向世界，你的狼人非凡特性卖出去了，一位工匠支付1200磅拿走了它。根据约定，我将得到其中200磅。还有，我找到了深海那家头发的线索，一根100磅，而你一共是要5根。如果你对这个交易没有疑问，那我就尽快完成克莱恩在狼人非凡特性的事情上。承诺的分成比例较高，是因为他知道倒吊人为此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都胜过吸血鬼埃姆林怀特。此时他略一思索，就操作世界回应，没有问题，你尽快给我5根深海那家的头发和500磅现金，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人皮幽影的特性了。我的金棒也增加至了1235磅，两者还不够匹配。如果想不等待机械之心对阿蒙家族陵墓的探索，那我得再有500到1000磅的样子，才能在遇到时直接买下。克莱恩下意识就寻思起自己还有什么物品或者知识可以换成金钱，当然，前提条件是交易的对象有能力支付报酬。听到这里，正义奥黛丽幅度很小的举了下手，未做什么隐瞒的说道：我求购3种材料，镜龙的眼睛1对，他的血液50毫升，以及长者之树的果实。正义小姐拿到心理医生魔药的配方了啊！克莱恩瞬间做出判断，倒吊人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我会写信询问我的老师，希望他那里有这些材料之一。福尔斯想了想道。太阳戴里克跟着点头道，我也会留意的，被腐蚀的镜龙并不少见，长者之树也是。在白银城还有精神分析师留下的非凡特性，不过很难交易得到，也容易被怀疑精神分析师就是心理医生的古称。他们的交流传入了克莱恩的耳朵，他随即操纵世界，让假人先生阴沉嘶哑的开口道，我会在我的圈子里问一问，对了，继续帮我寻找人皮幽影的特性。好。正义奥黛丽颇有自信的转头望向对面，倒吊人先生，你需要的风卷者魔药配方。我同样会留意他已经加入心理炼金会，背后有了个隐秘组织支撑，在那里很多材料或许不再匮乏，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就能获得。魔术师福尔斯则重复道，我会写信询问我的老师。目睹这样的发展，克莱恩心中颇感欣慰。经过长久的努力，塔罗会终于开拓出了心理炼金会和亚伯拉罕家族2个大渠道，许多事情将变得简单。世界低笑一声道，你们的回答让我充满希望，但你们也要注意保护自己，以尽量不引人怀疑的方式进行。世界先生，你很少说这么多话。奥黛丽浅笑回了一句，有点得意忘形了，一时没注意世界原本的人设。克莱恩立刻弥补，让世界低沉笑道，你们已经变得足够有价值，我希望类似的交易能维持到很久很久之后，所以才提醒你们一句。谢谢。奥黛丽优雅致意。这时太阳戴里克犹豫了下道，我也会尝试一下，最近我已经完成了好几次巡逻任务，没有任何异常。很好。克莱恩暗道一句，让世界闭上了嘴巴。短暂的沉默后，倒吊人阿尔杰若有所思地看向正义小姐，我想知道尼根公爵被刺杀案的细节，你需要什么报酬？为什么是问我？作为与风暴教会关系密切的人士，你不是应该已经充分了解这起案子的具体情况了吗？奥黛丽先是一愣，旋即想明白了倒吊人先生的意图。他想问的是驱使欲望使徒的那个组织或势力，但又不好直接请教愚者先生，认为这太突兀，有质询的意味，所以绕了个圈子，通过问我来打开话题，柔和的将重点转移至想知道的事情上。他清楚我是贵族小姐，理应关注尼根公爵被刺杀案，不愁我不会回答。倒吊人先生真是老练啊。正义奥黛丽微勾嘴角道，不需要报酬，彼此之间免费交换各自所在区域的常识性情报，难道不是我们塔罗会的宗旨？只有这样，我们塔罗会才能飞快发展壮大。他很有主人翁意识的想到，你的话语让我羞愧。倒吊人阿尔杰愣了2秒，以手按胸，略轻身体道。被浓郁灰雾笼罩着的愚者克莱恩则在心里干笑了几声。奥黛丽轻抿嘴唇，斟酌了下语言道，欲望使徒借助特殊的场景，以自身引爆激烈情绪和欲望的能力，完成了对尼根公爵的刺杀，并以重伤为代价，突围成功，潜入了下水道。等到职业者追上他，他已经死去，现场还有侠盗黑皇帝，
这位先生并不是为了灭口而去，他的目标是委托欲望使徒的那个组织。就在倒吊人疑惑自语时，青铜长桌最上手的愚者克莱恩无声赞了正义小姐一句，顺势望向对方，状似随口的提醒道：在外界不要提那个组织的名称，也不要写下来。为什么？奥黛丽颇感愕然的脱口。克莱恩后靠住椅背，语气平缓的回应：凡有言必备之，凡有言必备之。正义奥黛丽下意识望向愚者先生，只觉对方隐于灰雾之中地模糊眼睛，仿佛在强调什么。愚者先生的意思是，只要不在他的神国，不是与他对话，提到或者写下黄昏隐士会的名称，就会被他们利用某种方式或某件物品感应到。应该是这个意思。真是极端隐秘极有位格的组织啊，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七神的教会还可怕。而愚者先生，而我们塔罗会在追寻他们的踪迹。奥黛丽觉得自己一下明白了很多事情，当即挺了挺腰背道：谨遵您的吩咐，凡有言必备之。一个连名称都不能被提及的隐秘组织，我完全不知道的强大组织，这就是驱使欲望使徒背后的势力。愚者先生在派遣眷者寻找他们。这个世界高层次的情况果然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有着更多更无从猜测的秘密。倒吊人阿尔杰微不可见颔首，内心又震撼又激动。这个时候他有一种冲动，想付出报酬，从愚者先生处换取到那个组织的名称。可仔细想了想，他又觉得没这个必要。虽然了解高层次的情况有利于他完善对未来的规划，并在某些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只是中序列底层的他基本没可能接触那个神秘组织相关的事情。他当下更迫切的需求是封卷者的配方和材料，必须为此积攒足够的财富，等晋升成功再找机会请教愚者先生。倒吊人阿尔杰记下了这件事情。魔术师福尔斯听得略显迷茫，什么欲望使徒，什么凡有言必备之的组织，都和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内容截然不同。一位公爵被刺杀的背后果然有许多秘密，许多暗流。可惜啊，似乎不能把那个组织的名字写下来，否则用它做之后小说的反派肯定非常经典。还欠10页日记，还有食灵者的未带没买，这种高端的事情暂时没必要花钱去了解。塔罗会上流通的隐秘和知识简直10倍于 A 先生的聚会啊，甚至不止。福尔斯按捺住了一位作家的好奇心。至于太阳代理克，反正不知道谁是尼根公爵，也就无所谓刺杀他的究竟是谁。他沉默内敛的坐着，安静的就像在上课。黄昏隐士会的事情告一段落后，魔术师福尔斯环顾一圈，试探着问道：女士，先生们，你们有办法解决同层次非凡特性积累太多的问题吗？第229章探索任务。倒吊人阿尔杰看向魔术师福尔斯，反问道：你被迫喝了第2份学徒魔药，为什么你直接就猜出来了？就和当场看见一样。福尔斯不太自在的清了清喉咙道：是，就当是吧。你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需要我用什么事物交换？倒吊人阿尔杰偷偷望了愚者先生一眼，见他没什么表示，遂平缓低沉的回答：不需要报酬，因为肯定无法满足你的需求。不等魔术师和正义小姐发问，他随口解释了一句：高序列强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将非凡特性遗传给后代，以及遗传多少的问题。序列6和序列5会自然的遗传一部分，不受本身控制，虽然每一次都不会太多，不会影响本身的实力，但如果你的孩子数量足够，依然能让你倒退。这样的孩子天生就拥有较高的灵感和一定的不完善的非凡能力。正义奥黛丽一阵恍然，明白了某些特殊人群的来源。倒吊人点了下头，对，他们等于半个序列9，拥有固定的特性，如果想成为非凡者，只能选择对应的途径。当然，类似的人并不绝对来源于遗传，还可能是受到了神灵的眷顾或恶灵的侵蚀，有不少因素能造成同样的影响。还有高序列强者的孩子，也许生下来就有序列5，这是极少数可以越阶提升且不太会失控的办法。原来是这样。奥黛丽心满意足的叹息，对他来说，了解更多的神秘是比得到好看裙子或首饰更加享受的事情。魔术师福尔斯也有所明悟，追问道：那序列7、序列8和序列9的非凡者呢？理论上来说，他们的非凡特性不会遗传给后代，但这并不绝对。如果出现非凡特性超量的情况，同样有几率遗传。也就是说，你怀上并生下一个孩子，就能有效降低体内的魔药残余，不，
一个或许无法成功，3个4个才把握更大，3个4个。福尔斯简直目瞪口呆。克莱恩早就从罗塞尔的日记里知道这些常识，此时忍不住想到了一个笑话。魔术师小姐，以后你可以对你的孩子说你是喝魔药送的。虽然听倒吊人先生的意思，怀上的瞬间负担就能减少，但一个孩子都差不多得麻烦10个月，不止，总不能只生不管吧。掌握了扮演法的情况下，就算后续变得艰难，2个月也绝对可以重新消化掉，或许还要布了这么久，毕竟只是起始序列。福尔斯勉强笑道，我明白了，最好的办法依旧是靠扮演来消化。倒吊人阿尔杰给出肯定的答复。在序列期及以下是这样，后续动辄消化1年半载、2年、3年、5年、6年的时候，生孩子或许是更简单的方案。他在心里补了一句。场面安静了几秒，2位女士都在消化刚才获得的知识，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生孩子原来还有这样的用途。而对太阳戴里克来说，这都是常识。他调整了下坐姿道，我又被安排探索任务了。探索哪里？倒吊人阿尔杰侧头问道。还是那座半毁灭的堕落造物主的神庙？戴里克不算凝重的回答，听起来有一定的安全保证啊。正义奥黛丽没有插话。倒吊人思考了2秒道，牧羊人长老还在地牢里。是的，这次的探索由首席率领，太阳未做任何隐瞒。这样一来，危险程度比上次降低了很多，可以试一试。倒吊人阿尔杰又忍不住望了愚者先生一眼。未能从对方模糊眼神里读出任何意思的他，继续对太阳戴里克道，这应该是彻底解除监控前对你最后的考察。之前你传递出去的信息是，阿蒙与堕落造物主是死敌，他们不惜暴露自身，也要破坏对方的图谋。这次前往堕落造物主神庙探索的过程里，只要你不表露出异常，6人议事团就基本可以认定你不再受阿蒙的影响。倒吊人先生真有经验，就好像他在谋划这个行动一样。太阳戴里克牢牢记住，转而问道，除了这一点，我还需要注意什么？青铜长桌最上手，安静旁观般的愚者开口了。血肉一语，克莱恩只给出了2个单词，剩下的让塔罗会成员们自行领悟。这就是大人物的风范。倒吊人认真思索了几秒，对感谢过愚者先生的太阳道，具体来说就是，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不该吃的别吃，不该接触的不要接触。哪些属于不该看不该听的？太阳戴里克不解问道。倒吊人沉下嗓音道，进入神庙后，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这个行列，那我该怎么探索？戴里克愕然反问。倒吊人嘿了一声，不是还有其他队员吗？不是还有首席吗？果然是倒吊人先生的风格。正义奥黛丽下意识想要伸手捂脸，但刻在骨子里的教育和习惯让他知道这样的动作并不优雅，于是强行改变途径，捋了下垂落的发丝，将它们拨到了耳后。太阳戴里克觉着这样的方法有些不能接受。注意到他的反应，倒吊人阿尔杰暗骂了一声后道，我的意思是，你听首席的吩咐，只做他让你做的事情，其余时候绝对不要自己拿主意。我明白了，谢谢你，倒吊人先生。太阳瞬间变得轻松。呼，阿尔杰吐了口气，转头看向对面的女士。正义小姐，我想知道尼根公爵身亡后，贝克兰德的政局变化。奥黛丽回忆了下最近直接或间接听到的消息。尼根公爵的死亡让上议院出现了分裂，虽然他的长子即将继承爵位，成为上院议员，但威望不足以平息纷争。近10位上院议员联名提议，让新获得爵位的贵族也有机会得到固定的一席。简单来说就是让那些通过政治捐款、慈善捐献并购买相应土地而被敕封为贵族的人能成为上院议员。听到这里，倒吊人阿尔杰笑了一声。家族拥有一定历史的贵族们不是最鄙视这种靠不正常途径得到敕封的家伙吗？他们最大的骄傲，最后的荣光不是可以世袭的固定的上院一席吗？没有理会倒吊人不经意间带上的嘲讽，正义奥黛丽平静地解释道，当你有几万镑、10几万镑甚至更多的债务时，你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欠钱对很多贵族来说不是致命的威胁，但对方可以到法庭申请用他们的土地抵债，而没有了爵位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土地后，他们贵族的身份就会摇摇欲坠。然后呢？倒吊人阿尔杰没再纠结刚才的问题。奥黛丽大致描述道，这样的争执让许多议案被搁置，包括但不限于提高工人报酬、改善劳动时间和修订济贫法等事项。
让人欣慰的是，政府雇员统一考试还在稳步推进，没有停止，对贝克兰德大气污染情况的调查也在深入，短时间内不会有战争。倒吊人低语一句，转而与其他成员交流别的情况。担心在盥洗室待太久会引人怀疑的克莱恩与他们告一段落后，宣布了本次塔罗会结束。回到房间，奥黛丽没急于起身，先安静地梳理了下自己之后要做的事情。她望着面前的镜子，把玩着耳垂上的饰品，噙着浅笑，无声自语道：明天下午就有心理学课程，可以告诉伊斯兰特小姐，我在一个非凡者圈子里遇到了求购人皮幽影特性的人，他承诺给出异常丰厚的报酬，不知道心理炼金会有没有兴趣。还有罗塞尔的日记和风卷者的配方不能忘。得尽快搜集到心理医生的材料。奥黛丽，你不能偷懒，苏茜都序列8了，不能被他追上。福尔斯在房间内来回踱了几步，终于下定了决心，拉开了椅子。他找出信纸和钢笔，酝酿了近1分钟，开始给多里安·格雷写信。他描述了偶然知道的人皮幽影特性和风卷者魔药配方需求，表达了自身对罗塞尔笔记的好奇。罗斯德群岛首府，慷慨之城。阿尔杰威尔逊走出旅馆，向着一个隐秘的地下交易市场行去。他的目标是深海那家的头发，如果那里有人皮幽影的特性，他也不会错过。缺钱啊！克莱恩坐在客厅里，再次哀叹了一声。他还差不少现金才能保证后续有人皮幽影特性线索时能直接买下。克莱恩想了很久，考虑起要不要找另外的渠道把审讯者遗留的非凡特性卖掉，不再等待修小姐重新有钱。过了不知多久，叮叮当当的门铃声打破了下午的安静。第230章一个人的表演。拜访者是位穿着墨绿色邮差制服的男子，他讨好的对克莱恩笑了笑。是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吗？对克莱恩隐约猜到了对方的来意，拜访者当即抬起右手，递来一个黑色纱布层层缠绕成的巴掌大小事物。您的包裹，麻烦签收一下。克莱恩故意表露出自身的疑惑，正常不是应该给我一张单子，让我自己去对应的邮局领取吗？鲁恩王国的邮政系统完美复制于因蒂斯，就连缺点都照抄了不少。凡是不能被直接塞进信包箱的邮件，不管是什么，他们都会只给取件单，让收件者自己忙碌。哈哈，因为比较贵重，所以必须亲自送到您的手里。那邮差愣了一下道：看来你不够专业，不是真正的邮差。克莱恩未再多问，接过包裹、钢笔和单子，刷刷刷签收完毕，关上大门，回到客厅。他没急于拆包裹，而是掏出枚金币，杂耍般将它弹向了半空。啪！克莱恩接住金币，低头看了眼是人像还是数字，数字朝上，表示否定，没有潜藏的危险。克莱恩微微点头，收起金币，摸了摸衣物口袋里的纸人，小心翼翼地拆解起包裹。一层又一层的黑色纱布被打开后，里面的事物清晰呈现于了他的视线内，分别是色泽淡金、花纹典雅的怀表，染着暗红血液的手帕，绑在一起的7、8根棕色短卷发和一叠便签，塔利姆的随身物品、头发、血肉、日常记录全部齐了。埃德萨克王子做事的效率很高吗？这都还没到晚上，克莱恩看着茶几上摊开的那些东西，忽然觉得此时此刻有许多道目光在注视着自己。一个古老的传承2000年以上的天使家族，底蕴绝对超乎想象，卷入王室的倾轧真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碾成粉末。也许我现在已经被监控，我必须表现得足够平庸，足够没用，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克莱恩早已想好了该怎么做，不慌不忙检查起怀表、手帕和头发。这个过程中，他的灵性直觉未给予任何警示，未阻止他进行占卜。心里有了点底后，克莱恩就在客厅内抽出信纸，拿起钢笔，写下了占卜语句。塔利姆·杜蒙特真正的死因，他表现得大方而坦荡，似乎没觉得此时有被监控。拿起卷发和手帕，克莱恩边默念占卜语句，边往后抵住沙发靠背，眼眸转身的进入了冥想。7遍之后，他来到梦境世界，看见了熟悉的克拉格俱乐部大厅。随即，他再次目睹塔利姆·杜蒙特紧捏住心脏位置，表情扭曲的倒下。这样的启示表明，塔利姆确实死于突发的心脏疾病。克莱恩睁开眼睛，小声自语了一句，他皱起眉头，露出疑惑、不解和思索的表情。
他用不同的占卜语句反复试了几次，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他起身踱步，来来回回了好几遍。他握拳打了下自己的头部，似乎在愤怒自己水准不够，没法帮朋友追查出真凶。最终，他颓丧坐下，久久不动，在昏暗的房间内就仿佛一具石像的剪影。差不多了，不能用力过猛，要是没人监控，我刚才就是在和空气斗智斗勇。克莱恩自嘲摇头，起身走向了厨房。晚餐之后，他似乎又振奋了精神，仔细阅读起那叠便签上记载的内容。这包括塔利姆死亡当天和之前几天做过什么事情，见过什么人，家里、红蔷薇庄园、克拉格俱乐部、康纳德子爵的府邸，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克莱恩拿起削好的铅笔，画了多个圆圈，标记出了接下来几天要拜访的地方和要询问的目标。做完这一切，他长长叹了口气，没什么信心般收拾物品，洗漱睡觉。红月被层云遮掩的半夜，克莱恩突然睁开眼睛，醒了过来。他翻身下床，慢悠悠开门，进入隔壁的盥洗室，用纸人替身隐藏住了本体。逆走4步，他来到灰雾之上，坐至属于愚者的位置。他的眼神已然变得清明，不再有颓废、沮丧、悲观等情绪。紧跟着，克莱恩从旧衣物改做的睡衣暗袋里取出了染血手帕的投影。他之前收拾物品的时候，就借助魔术师的非凡能力，将手帕隐蔽的抽了出来，藏于身上。吸了口气，克莱恩具现出纸笔，写下了与最开始没有区别的占卜语句。塔利姆·杜蒙特真正的死因，身心平静而宁和的默念7遍后，他拿着纸张和手帕，后靠住椅背，于寂静空旷的古老宫殿内沉沉睡去。灰蒙、支离、虚幻的世界里，克莱恩看见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画面。呈现于他眼中的是一个随手雕成般的8丈大小木偶，眼睛、鼻子和嘴巴一应俱全。这木偶的身上有几滴暗红的血液，为他染上了些许妖异的色彩。一只手掌伸了过来，皮肤白皙细腻，光滑有致，5指修长鲜美，骨肉均匀。最引人注意的是，这手掌的小指之上戴着枚镶嵌蓝宝石、造型别致的戒指。啪！那手掌的食指缭绕虚幻黑焰，点在了木偶的心脏位置。无声无息间，画面破碎了。克莱恩从梦境中醒转。他最初的判断没有错，塔利姆确实死于诅咒。但问题在于，都得到了诅咒那一刻的画面，为什么没有展现全景？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是可以排除干扰的。克莱恩一时有些疑惑。正常来说，得到的启示太抽象，太容易误读，是他本身占卜水平有限的问题，是想要占卜的事情难度太高的问题，与灰雾无关，可以理解。但刚才明明已经清晰呈现出咒杀前后的场景，却只局限于很小的部分，没有提供相对更有效的启示，就颇让人不解了。以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克莱恩从自己的经验里挖掘着原因。突然，他一下坐直，想起了相仿的经历。在停根，他占卜几次巧合背后的真正原因时，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他清楚看见了有红烟囱的房屋，却无法触及房屋内的阴司赞格威尔和封印物008。这是有0级封印物层次的东西或人在对抗灰雾的力量。克莱恩猛地眯起了眼睛。不一定，还有不少可能，得再确认一下。他努力平复下了心情。至于怎么确认，南部岛经验丰富的他，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再做一次同样的占卜。如果获得的启示画面未变，那就表明事情没那么可怕。要是占卜不再成功，则说明目标或目标身边的某样东西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抗灰雾，就像008一样。深深吸了口气，克莱恩表情平和地重复起之前的占卜。塔利姆·杜蒙特真正的死因。他靠着椅背，低声诵念，眼眸逐渐转深。梦境之中，他所见是一片朦胧的、破碎的灰雾，再没有木偶和手指。唰！克莱恩挺直腰背，神情异常凝重。塔利姆究竟牵扯到了什么事情？他皱眉自语了一句。接下来该怎么做？他再没有疑问，那就是消极怠工，敷衍塞责，先唬弄埃德萨克王子一阵，再告诉他确实调查不出真相。这个世界真可怕，一不小心就会接触到极其恐怖的东西。克莱恩暗叹一句，不敢再停留，飞快返回了现实里的盥洗室。周二上午9点，皇冠墓园。克莱恩穿着黑衬衫、黑马甲和黑色呢质大衣，
捧着花费12苏勒买来的鲜花，站在人群的边缘，表情沉凝的看着塔利姆·杜蒙特的棺材被抬了过来，接受安魂，一点点埋入土中。这个过程里，塔利姆的母亲眼睛红肿，几次欲要开口，却泣不成声。他的父亲头发花白，神情憔悴，仅是站着都有点颤颤巍巍的感觉。场景映入眸子，克莱恩微扬脑袋，闭上了眼睛。等参加葬礼的人相继离开，他才走了过去，弯下腰部，将手里的素白鲜花放置于铜泪之上。对不起，他在心里默默道了一句，站直身体，退至一边，准备离开时，克莱恩发现记者麦克和外科医生艾伦靠拢了过来。真是让人遗憾啊，我完全没想到塔利姆竟然会爱。麦克表情沉痛未能说完，一贯冷冷淡淡的艾伦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低声叹息道：他是一个热情的家伙，不该有这样的结局。是啊，他本来有希望摆脱他爷爷留下的坏名声的。克莱恩附和了一句。就在这时，他看见一道穿厚重黑裙、戴遮脸面纱的女性身影走向了塔利姆的坟墓前方，手里同样捧着一束白色的花朵。克莱恩不甚在意的移开了视线，只剩余光瞄着那边。那女子弯腰放花，露出了戴黑纱手套的左掌。她左掌的小指位置，一颗蓝色的宝石隐隐约约呈现了出来。克莱恩的头皮一下发麻，他整个人都在发麻。